比张志磊还高的中国巨人拳王，1分钟干趴美国拳王3次，彻底看呆全场老外。好，各位新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超重磅级别的中美对局。没有错啊，这场超重磅级，也就是说双方选手的体型呢都很硕大，尤其是眼前的这一名选手，你看他的面相啊，就好像这个原始人一样。没有错，他就是人送外号泰山的董建军，身高2.23米啊，是我们中国目前为止长得最高的选手。张志磊大家肯定不陌生了啊，他比张志磊还要高上1头还要多。好，这场比赛他的对手就是眼前的这个小子啊，一脸凶神恶煞的美国拳王艾利克斯。好，这个家伙呢很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啊，他曾在媒体面前表示，我听说中国人连饭都吃不起啊，那他们肯定都瘦得不成样子。我估计中国人的身高可能超过1.6米都很难，可能还不如日本人。但是今天我们董建军啊站在他面前之后，把这个艾利克斯吓到了直眼儿。对方已经是呆了，但是没过多久，对方艾利克斯就表示，我不管你长得多高，只要你是中国人，那你就只配被我踩在脚底下。好，我们的董建军他很生气啊，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来看一下董建军大战美国拳王艾利克斯，这场比赛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好，双方站在一处，对手甚至要这个抬头瞅我们，包括现场的裁判都需要这个抬起自己的脑袋。董建军站在他的面前啊，就好像一座大山一样。好，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就是在美国啊，美国的洛杉矶啊，这个地方很出名啊，拍了很多的电影。好，赛特4回合的赛制，每回合3分钟的时间。由于是超重磅级别，所以说这个回合数呢是比较少。董建军的臂展啊，已经超过2.6米了啊，很恐怖。You don't want to stand at that point where Taishan get all the leverage on his shots. Well, he talked a lot in our fighter meeting that watching tape he saw of Taishan, he felt like he opens up. He wanted to work his body. 这个艾利克斯根本进不来，因为这个董建军的臂展啊不允许他过来打自己，这就是身高上的优势。You have when you have a guy, especially who has that MMA, Muay Thai background like Taishan has, is teach him to learn how to throw a correct punch. Yeah, you know, he's got to get his balance right, and his stance was really good considering he comes back from that Muay Thai background where you stand a little bit different, where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kicks and you have to give kicks. You know, Taishan looks pretty comfortable in that boxing stance right now. 原本以为董建军会很笨啊，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这个连贯性也是很好。而且他的移动速度也还是很稳定。连续的点刺，光是打这个前手的点刺啊，对方艾利克斯就没有办法去应对。哦呦，什么情况？这个好像都没有打到对手啊！对方怎么就跪在了地上？1分钟的时间。对方的艾利克斯现在连打到我们啊都是一个难题，我这个根本打不着啊。To hit him, you got to get in his wheelhouse, and it's also hard to reach him when you do get close, because at 6'3", Rothman is 好，最后的半分钟。9 inches shorter than his Taishan. 哦呦，前手点刺，终于是点到了对手。好，一回合有2次击倒，而且这一次还是个数秒。
好，没有错，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还是非常的精彩董建军也是拿出了非常令人感到变态的这个压制力，对方完全没有办法应对。这种情况，纵使你把拳王泰森带到现场他也没法应对，哪怕是刘易斯他也只能干挺着。有人说这个张志磊和董建军谁的实力更强曾经有人私信问我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研究一下因为两个人本身他的年龄差距是很大，如果非要打成一场，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张志磊多一点。那当然，董建军的实力也摆在这里也很强。因为这个董建军身高是过于高了所以说他打不了太长的比赛，也就是5回合差不多。而张志磊平时打的比赛呢，都是一些10回合、8回合或者12回合的一些个比赛都很长。所以说如果真要打的话，那可能张志磊挺过了这个3回合之后可能董建军就不行了。好，让我们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选手的表现。To actually take him off his feet. There's a straight, stiff right hand Tyshawn. Tyshawn just missed with a couple of right hands this round, but he's coming out thinking a little bit more offensively. Let's see if Rossman can. 虽然说董建军呢有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但是打的还是很谨慎。哦呦，这是推翻了对手。对方这个腿很软，不像个男人，观众朋友们。好，双方的换拳。哦呦，什么情况？再一次读秒，我们看一下。好，但是这个家伙选择坚持，切入点刺打得很准。哦呦，又一次，对方还不认输。哦呦，要小心，要小心疯狗咬人，狗急了要跳墙。要小心，董建军要稳住。哦呦，漂亮，又一次。哦呦，这个艾利克斯观众朋友们不得不说他还挺抗揍。好，还有最后的1分钟，对方还是不服。哦呦，这才打到太阳穴了。我们看一下，裁判终止了对局。没有错，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中国的超级巨人拳王董建军战胜了眼前的艾利克斯。我的妈呀，这个比赛打得太精彩了，酣畅淋漓。对方的艾利克斯很猖獗，然而被董建军的重拳今天也是狠狠的教训了一番确实太解气了。而且很多人在赛前担心说董建军这么高，他的底盘会不会很不稳这个打起拳来会不会这个晃晃悠悠的？然而，观众朋友们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让我们恭喜董建军。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中国选手一出场，全场的老外都惊呆了，各大知名频道、各大媒体都抢着来转播这一场比赛，因为这是第一次有身高2.2米的中国巨人来挑战美国拳坛。曾经在美国篮球界有一个东方巨人姚明打出了名气，让老美知道了中国人一样可以制霸 NBA。如今又来了一位神秘的中国巨人，向美国拳坛发起冲击。我们看视频当中这个身材魁梧的巨人，他就是董建军，身高2.23米，臂展2.19米，绰号泰山。听说董建军的到来，美国的各界名流大咖、世界级拳王都前来观赛，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到底有怎样的本领。我们再看视频当中现在的老外，就是董建军本场比赛的对手艾利克斯，身高1.93米，臂展1.95米。这个艾利克斯可谓是信心满满，因为他相当的瞧不起我们中国人，还在公开的场合羞辱我们中国人是瘦弱的猴子。
无论长得有多高啊，在他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所以说本场比赛他是主动申请来做董建军的对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董建军到底有怎样的本领。好，费特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啊，在身形上的差距，这可不是一丁半点儿啊！董建军高了对方啊将近30公分。其实董建军最开始呢，他还真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啊，但是后来他发现啊，自己对传统武术啊，对这种搏击啊更感兴趣。所以他便自学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啊，包括散打，包括像韩国的跆拳道，他也学过。美国选手埃里克斯，他嘴巴非常的硬，但身体啊，我们看非常诚实。比赛刚一开始呢，他把这个距离啊把控得很远啊，打得很猥琐，很谨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一个身高2.2米的东方巨人啊，站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前，我相信，都会被这种气场所吓到。好漂亮，打晃了，简简单单的一个前手，对方刚刚这个眼神啊，已经有点迷离了。董建军他是居高临下，打得很舒服。倒了，但这一下应该是董建军啊把对方给压倒啊，并不是击倒，没有给到读秒。干什么？观众朋友们，他把比赛要打成这个综合格斗吗？他想摔董建军，有点意思。其实我们别看董建军啊长得这么高，但实际上仔细观察他的步伐呀非常灵活。当然了，这要归功于他曾经的篮球训练，因为篮球运动员的脚步和步伐都是非常的花哨啊，跑得也都很快。哦呦，前手倒了，很清晰，这绝对是一个读秒。好，现场裁判也完全没有包庇对方。哇，只是一个前手，观众朋友们，轻轻的那么一点啊，那么一动，对方就倒了。我甚至感觉刚刚董建军啊，可能发力还不到30%啊，还不到30%的力，可见董建军的力气有多么的恐怖。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董建军一会儿啊全力打出一拳，会是怎样的感觉。你看，很轻的啊，轻轻的一拳。而且刚刚这一拳也很快啊，的确是不好防。好，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已经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埃里克斯，美国选手会不会改变战术？能感觉到他是想往里冲，想打内围。哦呦，轻轻一碰，轻轻一碰啊，又倒了，什么情况？你要困了，你就回家睡觉去啊！这个找老婆孩子睡觉去啊，别在这块打拳了。这个美国选手埃里克斯啊，我严重怀疑他学习过日本的空手道，这拳法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啊，打得很凶，就是打不着人。哎，什么情况？我们这个谈笑间啊，他又倒了。你看，把这家伙累得满身都是汗水。漂亮，前手又打晃了，又倒了，又倒了。哦，但这一下裁判没有给到读秒，也算是照顾对方一下。
现在美国的埃里克斯啊，他已经是完全失控了啊！他知道自己呢可能在技术上打技术啊绝对打不过了，所以说便背水一战，玩了命的啊大力一摆拳，哎呦倒了！这一下裁判你还怎么包庇？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观众朋友们，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他今天让我们见识到了他的风采。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精彩回放，看一下董建军这一拳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前手啊！这场比赛董建军的后手拳啊还几乎没打。要身材有身材，要技术有技术，观众朋友们，这简直就是无敌了！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黄种人的骄傲。好，恭喜董建军，同时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又想跟踢了一下，美国2米巨人拳王嘲笑中国人太瘦小，中国大力士冲上擂台，3秒连轰9拳，将其当场打断脖颈，彻底看呆武僧一龙。好，各位新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超级大战，没有错，中国大力士大战美国的2米巨人拳王。好，我们看这个家伙，右边的这个家伙长得的确很高啊。赛前这个家伙对着媒体镜头更是当众大放厥词，我实在是搞不清楚中国人为何都像瘦狗一样矮小。这么说吧，就算他们跳起来，也只能打到我的膝盖。而我只需要一低头就可以打爆他们的狗头。面对他嚣张的态度，中国大力士李龙霸气出山。好，我们的李龙才23岁啊，小伙子非常年轻。而对方的卢卡斯啊，眼前的这个美国特种兵巨人拳王呢，他已经是33岁，身经百战，有着极强的一个实战经验啊。所以说本场比赛我们的李龙呢还是要小心。好，我们看一下比赛已经开始，我们仔细看红方选手。红色裤衩中锋选手李龙，蓝方选手蓝色裤衩便是美国巨人拳王卢卡斯。我们看双方，哦呦，一上来就扭打到了一块儿，看来今天李龙的这个火药味啊还是非常浓的。好，这场比赛凑成的因素，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那原本这个卢卡斯呢，原本是来中国挑战张志磊，我们的磊哥，但是张志磊呢是筹备着和乔伊斯打2分战。啊，所以说没工夫搭理他，所以说这个卢卡斯就和武僧一龙打了一场，没有想到这个卢卡斯的重拳险些把武僧一龙给打死，所以说情急之下，我们的中国大力士李龙也是霸气出战。那么这场比赛也是为了给一龙报仇，那同时也是维护住我们中国拳坛的荣誉。我看一下双方又一次打内围，那么比赛开始，李龙的这个战术还是非常的明显啊，尽可能的是打中近距离，漂亮，又来了。因为对方的臂展很长啊，所以说打远距离呢我们是要吃亏的。那么当时对方的卢卡斯是把武僧一龙的这个额头啊，打出了一个6公分的口子，没有办法，那武僧一龙只能是选择了弃赛投降。才一开始那个上勾拳的力量也是很足的。哎，李龙的出了低扫，你看他打完了拳以后，马上有一个膝撞在上面。你看他的头部的腰闪是吧？这个卢卡斯是灵活。哎，这个后手拳很危险啊！好在这个李龙是特别要做自己的头部的防守。又是一个原地飞膝。哦，是的，原地飞膝被李龙还是看出来了，双手抱架防得很稳。好，我们看比赛第一回合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这个卢卡斯的确在身高和臂展上啊，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后半段我们看李龙也是放慢了进攻节奏啊，不着急。因为这个比赛的话是有3个回合的啊。那么一般来讲，拳击赛第一回合都是双方试探的一个阶段。好，漂亮，又来了，再度杀到内围。以小博大的比赛啊，尤其是这种重磅级别的，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双方选手都有可能会一拳啊KO对手。这个拳击技术的体现啊，
哦，你看这个后手打中，这应该是个后手摆或者后手。好在这个李龙抗架能挺强的，对，顶住了。对方也是还以了一个低扫，又想一个原地飞膝，原地飞膝。李龙也是还以颜色，来一个孤击止膝。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打得非常的精彩。那么在第一回合，我们的李龙呢也是不断的逼近对方的内围，让对方的卢卡斯发挥不出自己臂展上的优势和身高上的优势。对方在不仅在中国这么狂，据说他在别的国家也很嚣张啊。只要到了哪个国家就瞧不起当地的人。但是据我所知他好像最瞧不起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因为他击败了武僧一龙。因为在这个美国流传说武僧一龙是中国最强的人因为他是少林武僧。好，那既然一龙不行，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李龙今天到底行不行。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那对卢卡斯来说，因为被2次读秒，他要挽回来必须得要在第3回 KO 李龙。对，卢卡斯现在感觉体能还是游刃有余迎击。上勾拳打进来了，李龙现在因为在这个膝撞这个技术环节当中，这个卢卡斯有优势。李龙的话，他不用其实出膝的话，不用跟对方拼膝法，对他的膝法没有意义。后手直拳，对方膝法明显要强过李龙，但是李龙的拳法也比对方更好一些，他的杀伤力更强。杀伤力强，是的。对方这个前手拳还是值得关注一下的，反击挡能力还是不错的。对，李龙熬过这一回合，他还是有很大的赢面只能这么说，因为第二回合他消耗了太多的体能了。现在李龙要把手拿起来，抱头。对，他报价放低，就证明他体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又来一下飞膝，他这方面他一飞膝，你只要一防，这个反击就有机会。所以这种大级别比赛可能就是一拳，整场被动，我就一拳就能解决问题只要打到了。你像他那个飞机，你一看到他一起，我一摁下去，接着一个后手拳就打出来了。李龙在第3回合出拳的频次更低了。好，我们看一下比赛第2回合，双方已经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那么李龙今天的状态的确不错。虽然说小伙子实战经验并不是很丰富但是这个打起拳来，他的气势绝对是不输对方的好，我们看这个时候李龙还是在寻求一些个能够 KO 对方的机会。好，连续扫踢。扫踢是很难防的，但是李龙的这个扫踢呢，看起来并不是很厉害他还是拳法比较重的选手。好，李龙连续推进，把对方逼到龙边。好，小心对方飞膝。抓的就是你这个机会。我们看，卢卡斯已经是摇摇晃晃，李龙刚刚这一拳是打飞了对方。裁判也是毫不吝啬的送给了对方一次读秒。那么刚刚这一拳也是打出了水雾，我们看，汗水横飞。这是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对，这样给李龙就机会了，给机会了但是不要急。对，对方的前手刺拳的穿透性还是在的。后手大轮摆打中了，对，过来了，最后裁判终止比赛了。观众朋友们，一波连续的重击，裁判终止了对局。没有错，2次读秒让对方彻底是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 KO 回放，我们的李龙，连续的重击打的这个特种兵拳王脑袋像一个拨浪鼓一样看得非常的解气。好，让我们再次恭喜。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传统武术太极拳实战规则到底能不能打赢日本空手道？这场比赛太极拳的代表是太极实战第一人王占军的得意弟子韩飞龙。他只靠太极八卦连环腿就曾创下过连续30次 KO 对手的恐怖战绩。刚柔并济的太极拳法总能打得对手苦不堪言，4两拨千斤的擒拿手更是让人防不胜防，经常以小博大。韩飞龙在15岁时便斩获了全国太极拳大赛的冠军，其打法灵动飘逸，虚实结合，观赏性极高的同时有杀伤力十足。而日本空手道的代表朝仓丰树，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他曾连续3年拿下全日本空手道大赛的冠军。而这一场比赛，他将代表日本空手道向中国太极拳发起挑战。现在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超
选手韩飞龙对阵日本南方选手朝仓丰树。对，韩飞龙呢是我国著名的太极名家王占军的亲传弟子，一直呢把这个太极的一些技战法、传统武术太极的技战法揉到现代自由搏击的这个战术里面。双方上来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朝仓丰树啊，我们发现朝仓丰树还是在做一些转身的红灯，下劈连续的组合拳，哇，好漂亮！把朝仓丰树逼到了这个绳脚。这个小日本可谓是相当的嚣张了，打比赛的过程当中竟然还有心思来挑衅韩飞龙。但是在我看来，观众朋友们啊，这不仅是在挑衅韩飞龙，更是在蔑视我们中国武术太极拳。现在第一回合时间已经过半，韩飞龙的表现呢是相当老成，相当的沉稳，而日本选手很明显刚刚是步子迈得太大啊，扯到裆了。日本选手的腿啊，胳膊腿都很短，所以说呢，这个步子稍微大一点啊，就容易扯到裆。看朝仓丰树，正蹬。今天这个朝仓丰树，我看他的手拿的呀很低，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然后于是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了。而且今天韩飞龙呢，也是充当着我们蜀汉五虎大将当中的赵云的角色。所谓子龙单骑退追兵，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拨开正蹬，反击后手之拳，近身之后一个贴身的一个抱摔。观众朋友们，我注意看日本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始终把他贱兮兮的笑容啊挂在脸上。我是想说，现在你笑得有多开心呢，一会儿就让你哭得有多惨。下劈。请问董老师，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跆拳道应该是跆拳道里的下劈，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下劈这个力道比较大，势大力沉，而且哇，最后一秒，韩飞龙一个压哨的太极八卦连环腿，这是韩飞龙的招牌绝技之一啊！他也用这一招呢，曾经连续30次 KO 对手，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就类似于这个我们中国坦克邱建良的神龙摆尾一样，你看，哇，太漂亮了，动作舒展，而且灵动飘逸。看完这场比赛，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对太极拳有质疑的想法，我觉得可以打消了啊！太极拳真正的实战能力绝对是有的。好，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的较量，大家不要认错。穿着灵动飘逸的白色长裤，他是太极弟子韩飞龙，而蓝方选手啊，他是日本空手道的冠军朝仓丰树。出动作的这个路线以及速度力量来看，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对，这个韩飞龙的动作非常漂亮。对。这是朝仓丰树做正蹬没有起来，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这个时候韩飞龙一个后手的迎击，直接击中，但是同时手抄到了他的起来这条腿，然后做了一个摔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摔法是不得分的，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判的一个因素。今天啊，韩飞龙的擒拿手，观众朋友们用的相当不错，也是很完美的克制了日本的空手道。无论对方怎么出招，无论对方怎么打，都可以轻松的被韩飞龙啊放倒在地。当然，这其中当中也包含了很多太极拳的精髓，比如说一柔克刚，4两拨千斤。又是一个接腿摔。好，韩飞龙后扫。这个刚才是朝仓丰树的后手直拳，韩飞龙想抓住一个机会，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这个支撑腿，让他这个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成功。就是韩飞龙的正蹬落空，然后朝仓丰树接住之后，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迟疑了。看朝仓丰树已经连续多次利用这种近身跳起来的袭击近身，然后今天韩飞龙真是怎么摔怎么有，只要想摔啊，这个小日本就会立马被放倒在地。不知道看到目前为止，您觉得韩飞龙的太极拳和对手的空手道到底谁更强呢？
反正我目前看来，韩飞龙的太极拳劈挂腿。韩飞龙的这个太极拳啊，的确是招式更多啊，更加的多样化。而这个小日本子呢，他这个有点四不像了啊，不伦不类，漂亮，又一个擒拿手。方式的一个后腿的扫踢之后，被韩飞龙接住之后来一个接腿摔。既然接腿摔不得分，为什么韩飞龙要换位置做一下这样？这是他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出腿让你倒地，出腿让你倒地，虽然不计分，但是你倒地之后，整个身体就要调整距离，你的节奏就会被打破。是的，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到底谁强谁弱，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其实韩飞龙让我们最感到意外的一点呢，就是他一个练习太极拳的啊，就浑身啊都是肌肉块。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打破了以往我们对太极拳的一个认知。我们以往觉得太极拳都是一些个老头老太太啊，身子骨很弱，但是韩飞龙打破了这一个固有的概念，这是真正的刚柔并济呀。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千万不要认错。白色长裤韩飞龙，蓝方选手日本的空手道冠军朝仓风树，又是擒拿手。朝仓风树的一个直接跳起来的一个膝盖的攻击，但是被韩飞龙摔倒了。转身后侧踢到裆部，啊，这个是很痛很痛。转身的后摆腿是应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朝仓风树的大腿的。对对对。后脚跟直接抛到这个大腿的话，应该对手的伤害应该很大。看要回放。没有。这个对，没有大陆这个镜头里好。切进去。好，表示比赛可以继续，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连续拳法组合进攻。我觉得韩飞龙的这个拳啊也相当不错啊，打法非常的迅猛，和我们以往所看到的这个太极拳啊，这个比划来比划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观众朋友们要区分的开啊，像公园里老大爷打的那个太极拳啊，那并不是实战所能用的，表演性质更多啊，起到一个健身强身健体的作用。而真正的太极拳法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韩飞龙所打出来的。好，转身边拳，再跟上顶膝，打法相当的连贯。转身，但是幅度过于大了。双方拳法互换，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表现呢非常的放松。这个组合拳飞击。哇，最后一个回合，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中日对决。韩飞龙在这3个回合当中呢，我觉得第3个回合打的是最好的，而且他可能已经是动了点杀心啊，想要 KO 掉对手。最后的20秒钟，双方的结果马上就要分晓。最后10秒。再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对战日本空手道的大赛终于结束。双方的比赛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啊，但是比赛的过程当中看的真的是赏心悦目，非常的精彩。好，最终结果没有悬念，让我们恭喜韩飞龙在这一次中日大赛当中获得了胜利，非常精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